水仙花开了，春天真的来了。春天一来呀，这事情超级多。这花圃的地方，去年旧的这些枝叶还要得清理干净。前几天呢，一开着户外的水龙头，发现也坏掉了，里边锈了。现在正买配件，应该很快能送到。送到之后还得给它修上。今天是周末，春暖花开这4个字呢，听起来是挺浪漫的。但是对于一个既要管理果园菜地，下周还要去跑个马拉松的人来说，就是4个字，忙不过来。如果再加2个字的话，就是根本忙不过来。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特别现实的一个冲突。周末的时间窗口呢，就是这么点儿。果园呀、菜地呀，还有刚刚也看到了家里边的基建，这些进度条都是卡得死死的。去年的枯藤要清理，水龙头坏了要换，水管也要修。然后下周呢就要上赛道了，今天无论如何也得去跑个基础跑，兜个底，一天就24小时。然后平时上班的时候呢，要敲代码写逻辑。周末呢，除了干家里的活，带2个神兽，抽空遛遛小马，剩下的这点时间，实在是不知道是应该穿上跑鞋去跑步救个急，还是拿上锄头，拿上翻地机，把这整片的这些地都给它翻了。看这边去年的玉米杆子还都没倒呢，往常我要拿割草机把它们都压倒，压倒之后再拿翻地的东西给它把地翻了。但是今年我其实割草机也坏了，刚刚没提到，割草机的轮胎坏掉了要去补，然后底盘也坏了要换一个新的。刚刚去看，发现前面2个小的轮胎也瘪了，不知道是漏了还是就是没气了。哎呀，反正要先修上。这是去年的毛豆覆盖作物，这些也是拿割草机给它打一下，然后种子撒到地上，再一翻，就等它自生自灭，再长出新的毛豆覆盖作物了。这片刚刚看到的玉米地，然后要翻的地就是这儿的这么一大片。这锄头肯定是不行，幸亏我是有翻地的手扶拖拉机的。但现在看起来土壤是有点湿，再干个2天3天不下雨的话，翻是正好的。不过平时没时间，只能周末。这无纺布看看下边盖着的是去年的过冬菜，这几天没见，好多都抽苔了。这些待会儿最重要的事儿，先把它们给揭掉。后边还有0度，0度对于这些耐寒的菜应该是不是个问题。但是温度高呢，他们是挺害怕的。那边菠菜一直没盖着，所以也不怎么长。看这小叶子还是不错的，再等等吧，马上就发力了。3月底4月初，等到4月中旬再过来看，都已经长成一大棚了，肯定也就1个月的时间。另外的一个大活是，这片地翻了之后呢，我要在果树的周围给这一排的樱桃树、枣树还有梨树要给它施肥，因为去年的秋天，其他的地方果园其他地方都施肥了，但这块没有。枣树也是，枣树也是打算春天施肥，还有那边的葡萄。菜园的基础设施基建工作其实好多。你像这些笼子要给它整理整理，这儿看这菜园门口，这是冬天的时候下大雪，不知道什么原因把这些管子都给弄塌掉了，还要给它整理起来，再重新的搭好，这还都是小事儿。然后我那边还有好多坏了的菜床，这些菜床我在想今年还给不给它修，不修的话就废弃了。其实像这种菜床，这算是坏的比较轻微的，可以先暂时不管。但是那些完全裂开的，还是要修一修。这菜床里边去年种的各种香草也开始返青了。仔细看看，再过一阵子，
这片就全是绿色的了。坏掉的大棚算是彻底废弃了，根本就没有时间修，而且现在这些木头呀、这些网啊，然后是塑料薄膜啊，都太贵了，感觉性价比完全没有性价比了。这我回头想把这儿清理清理，就露天种植了。其实露天呢也是一个不错的、很好的菜床。就不打算再修复它，冬天不种菜了。但是至少像这些，比如说倒掉的这门，得给它拆了清理一下，而且它上边是有螺丝钉的，这些金属的东西呢，都是要给它小心的拧掉、收起来的。这边的这一片菜床，这是已经有点荒得不成样子了，我还在琢磨着怎么样才能把它快速的整理出来呢。看看里边的菜，这是去年种大蒜的地儿，有些蒜瓣应该是落在里边了，收的时候落了一些，这是自己长出来的，还是有一些的。然后这菜床的韭菜马上就可以吃了，再下场雨，然后等个1周。其实如果着急的话，这几天就可以；如果不着急，就让它下过雨之后再等个5天。第一茬的韭菜是最鲜嫩、最好吃的了。这边荒废的菜床里边还有越冬过来的，这都好几年的葱，每年都会再重新长出来。那边表面看着荒，也是里边好多好多葱。这是去年定时器的地方，你像我那个总的水龙头，如果修好之后，这些定时器都要装回来，然后水管的地方要重新接上。这是水管的一个开关，这边是分出好多不同的水管，这些开关呢估计也差不多坏掉了，可能又得换一批或者修一批。然后都接通了之后，一放水，它往出流，肯定发现某些地方的管子又漏了，然后水龙头又不好用了，整体都得换一遍，查一遍。另外就是这户外的篱笆了，说了1、2年了吧，其实也不是没修，有一部分修过了，但是它架不住年年都会有坏掉的呀，所以还要修。当然这根立柱放在这儿好久了，这个没有修，今年无论如何也得给它修上了，因为这个比较麻烦，需要把这些网给它弄下来，要剪掉，然后要把这些取出来重新打桩，然后把新的木桩弄进去，浇上水泥，然后再把这横梁搭上，再把网给它弄回去。所以修这一根立柱要比换这些横梁要麻烦得多。这一大片地呀，然后就是那边篱笆旁边那些长到院子里边的灌木什么的，也是要不断的修剪清理。这边荒废的葡萄架，这底下长满了杂草，杂草其实倒还好清理，关键是那些灌木各种各样的，还有那棵桑树也是，包括这葡萄，整个这个葡萄藤都快给占满了。看这个，去年剪了一次，结果没剪彻底，也不是说没剪彻底，这桑树长得太快了，得给它齐根拿锯子给锯掉。这块儿，看这地方的菜床，这就是完全坏掉的。我打算如果修的话，就用水泥墩儿把它垒起来，这样的话垒一个能让土保持住的一个花坛。但是这样的话，又要花费好多的精力了。那边还有一个坏掉的大棚，2个大棚都是彻底废了。这大棚去年也是荒着的，没收拾，今年也暂时不想收拾了。这边长出了野树，找时间要给它拿锯子给锯掉。再瞧瞧还有什么活啊？你看这几棵香椿树，前一阵子呢是打了16合剂休眠油，希望能对去年的斑衣蜡蝉的虫卵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吧。看看这上面的虫卵，那白色的就是已经干死掉的，然后还有一些没变色，那些大概率它们再过一阵子暖和了就会出来。
到时候还得给它喷一点什么东西，看看能不能给抑制住。像这棵香椿树呢，今年长出芽之后，上边这些我要再继续给它截掉。这边这几棵目前还好，这个不用那么着急，但是在上边的也得靠梯子才能采香椿芽。我到时候也是把够不着的地儿，就是站在地上或者是一个矮梯子够不着的地方，就给它剪掉了。看看山楂树，这山楂树上边的小芽苞还都是紧闭状态，但是已经能看出萌动的痕迹了，已经是变绿了。看这个，拿一个黑色背景就能看得很清楚。这边也是，这是有2棵山楂树，像我院子里有好多松柏，所以山楂树的锈病特别严重。其实即使是周围没有松柏，这锈病也是非常的厉害的，还是得喷药。不过现在还没开始喷，因为这药呢，今年打算用内西的了，京军错，这名字挺绕口的。打算用内西的药去处理一下，这样的话应该是能有更强的抑制作用吧，能治疗一下，看看今年能不能有一定的产量。不过不是1次2次的事儿，这后边还得要持续的保护。看看这边蓝莓，这蓝莓已经是要开花了，这花苞都已经很大了。那边那棵也是。但是看这片地是一样的，刚才那大菜园里边的部分需要翻地整理，这个地方也需要。看这儿是铺着一草的防草布的，这防草布呢要把它掀起来，把它折到那边去，然后这下边要稍微的翻一翻。这样的话，看这些长出草的地方就是之前种菜的这个口，所以这儿可以种番茄呀、柿子椒、辣椒、茄子这些，当然也可以种瓜类。去年那边是种的辣椒，这边瓜我可能稍微给它轮耕一下吧，换其他的品种。走到前边看这棵野桑树，这个要拿锯子给彻底的锯掉。接着就是无花果，这无花果上边的枝，因为在这个崎岖的地方，上边部分呢是越不了冬的，都是冻死了，所以要把上边给它重新的剪掉。等到再暖和一点吧，它下边会重新的发出芽，然后再重新的长这么大。这边种这些东西只能是当做灌木，它是长不成那种大树的。但是它即便是灌木的话，长得也是挺快的，1年的时间能长出一大堆的枝条来。这些是我说的要收的辣椒的杆子，地上还有去年没摘的散落的辣椒，因为这辣椒当时种的品种不太好，实在是太辣了，所以收了一点点，觉得够了，后来也懒得再收了。还有这边的小番茄的藤，也要给它清理出去，否则的话，如果就是这样去翻地，它容易把我这个梨上边全缠满了这种枝条，所以还是得清理一下。然后这些毛豆覆盖作物这一排，这种还是像里边的处理原则一样，就让它豆子自己撒到地上，然后翻完土之后自己长出来。覆盖作物嘛，它不是那种吃的大的那种黄豆、大豆粒，是那种比较小的豆子，但是生长能力要比那种毛豆、黄豆那种粮食的要强很多。去果园看看，这果园呀，因为刚打过药嘛，所以我一直是关上这个门的，也不让小马出来或者过来。等大概过1周之后，这药差不多分解的差不多了之后吧，也就无所谓了。才过来看一眼这杏花，这开得更大了。我估计这回真的是在3天之内就会开放了。今年这些果树开花普遍都晚，兴许因为开花晚，或许是不是受倒春寒的影响会小点儿，能保住花保住果呢？咱们慢慢看看吧。
其实这果园啊，在这个时候是最让人神经紧绷的了。不光是说倒春寒呀，我说的是，主要还是防病虫害这个事儿。这个完全是要卡着时间点的精密工程。你像前一阵子打药的桃子呀、李子呀、杏和樱桃树这些，我基本上就是抢着时间在喷药，否则的话，你看像这种除菌的药。如果不是在这个时候及时给它打，等它开花了，那就不能再打了。所以必须得赶上它花露白或者是刚露嫩尖芽之前去打。这次的百菌清只喷了桃子、李子、杏还有樱桃树，像是梨树呢没有喷。梨树主要的影响是火翼病，所以我等它开花，因为火翼病是一种细菌引起的病嘛，通常是要等它花都开放之后，然后喷那个杀细菌的药，在花期的时候应该是最合适的。苹果和山楂主要是因为它现在芽苞还没打开，那个不能喷百菌清，那个还是要喷内息的，这要等它的花苞展开一点，露出那小小的嫩尖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再喷应该是最合适的时机，否则的话就浪费了。我这去年给梨树防动物、防松鼠的这两个东西，现在在不停的想，我走到这儿就想，其实它们没什么太大的作用，或者说根本没用。去年放在这儿，这些松鼠还是照样把我这梨该偷就偷了。今年看看我把树干的地方给它弄光滑，看看让松鼠抓不上去，也许会有比较好的效果。但是有些树像这种它有点太低了，我估计不管怎么样弄，松鼠都能跳上去。没准家里要是养一只特别厉害的狸花猫，也许会好点。养狗像小马这种，早晨他还看见一只大胖松鼠，然后立刻就冲上去，但是松鼠的速度可比它要快，而且立刻就上树，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就消失了。那小马只能是原地打转，然后汪汪两声，也是无可奈何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养只狗还是有用的。这菜园的兔子几乎是看不到了，否则往年在这个时候，这好多兔子一出门就看见，今年几乎就没有了。鹿偶尔的还会远远的在后院远远的地方，或者在邻居家的院子。然后小马也是，我都看不见的时候，小马就能看见，就汪汪着冲过去。然后那些鹿也会被吓得赶快就跑了，跑到那边远处的林子里，还有那片山上那个地方去了。现在这些果树呢，第一遍的药应该是像刚才说的喷了一部分嘛，苹果、山楂那些还要等时机再喷。另外就是葡萄嘛，葡萄一般第一次喷的话，要等它的芽长出3英寸到6英寸的时候吧，那个时候也给它喷苹果、山楂一样的药。今年都给它用这种更有效的方式处理一下。这还只是第一遍的药，像是桃树呀、李子树、杏树这些，等它的花落了之后，当然苹果、山楂也是一样啊，这些都是花落之后还要再给它喷一遍防虫防菌的。这花前呢，一般就是防菌，因为我在它们更早的时候，3月初的时候嘛，那会儿休眠期已经喷过石榴合剂和休眠油了，所以花前的时候呢，就喷一遍杀菌的、杀真菌的就好了。这边是潮湿、雨多，容易有真菌，而且在花前不要喷，最好不要喷杀虫，因为喷杀虫的话会影响那些蜜蜂。开了花之后，如果是有药的话，那蜜蜂被毒死了，或者说蜜蜂不来了，也是不行的。但是花后，等这些花都落了，或者是基本落了，那个蜜蜂也不会再来的时候，给它要喷一些杀虫杀菌的2合1的这种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那些什么食心虫啊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虫子也开始了那个过来产卵，或者是跑到这个花苞里去。
如果不处理的话，那就长在果子里了，到时候你的果子里边就全是虫子。稍微看一眼桃树的花苞，这比杏树、李子树还是要小一些，还是要稍微晚一点点。但看这个样子也是很快要开了。这桃花呢还都没有漏粉，它们开花晚，好处当然比杏和李子那抗倒春寒的能力就要强。别看现在暖和，后边极有可能，或者说大概率还是会有零下的。那个时候就能体现桃树开花晚一点的这个好处了。当然梨树也是，苹果树开得更晚，苹果山楂这些基本就不受倒春寒影响了，所以不着急的，最后反而能有优势，能结果。这杏树实在是太着急了，我觉得那个枝头现在看不清楚，枝头高处的接触阳光多的那几朵，我觉得是已经开花了。开花必被冻死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看这一丛，拿这个背景挡一挡，看这几乎就要展开了。那果树花前花后药如果都处理了，都有效的话，也不意味着后边就省事儿了。后边我是打算结果之后呢，用相对来说有机的方式来处理了。那个时候还是要花功夫，每2-3周啊都要处理一下真菌，然后隔一段时间呢，如果有病虫害或者天气暖和了，还要处理这虫害的问题。我现在其实把跑步要穿的上衣还有裤子都已经换好了，等下呢回去换双鞋，我还是先去跑个步吧，怎么也得把这基础训练练一练，否则下周末的这马拉松本来还想跑一个好成绩呢，这算是我第2次的正式的马拉松吧，第1次用了4小时4分钟，结果不是很满意，因为跑到最后这个腿抽筋特别严重。这次看看能不能好一些，如果腿不抽筋的话，我想想350或者争取3小时45分钟跑回来吧。如果能做到，那就算是非常成功了。冲什么340、330，也许只能是明年的事儿了。那个对我现在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。每次走到这小的亚洲梨树旁边，就会觉得这梨树真好啊！看着，别看它小，上面全是花芽，去年就结了好多果子。这要不是因为有松鼠的话，那能长好多这个又圆又大的梨，就是松鼠太可恶了。这2棵相对大一点的亚洲梨树，你看今年这也是相当的不错。这2棵梨树当年是火疫病差点死掉，然后又是被鹿给啃了，都给啃残了。你像这一棵现在长出的这主干，它不是它的主干，它是从这侧芽这个地方我重新培养的，主干是那个地方。这是火疫病加上鹿害，这就把我的主干的头都给削没了。能长到今天这个程度也是不容易了。当然去年也是结了好多的梨呀，看着大花苞。另外比较高兴的是，去年商家给我寄错的这2颗亚洲梨，一个是秋月梨，远处的那个是韩国的诺阳巨梨。这2棵梨树至少现在看，我觉得它们是活下来了。这12月已经开始进入特别冷的时期，给发错了，本来应该是今年这个时候，或者是3月初差不多，3月初到3月底应该是适合的，就发错了。我看现在这上边的这几个芽，整体感觉应该是活下来了。当然话不能说这么早，这东西真的活下来还得等这半年的时间吧。如果这半年能长好了，那应该就没问题了。这棵黄桃树是每年开花最早的，当然也是一棵最大的桃树。你看它的芽上面已经有一点点的粉红色了，而且有些地方的绿尖芽，看看像这是绿尖芽已经是长出来了。
哎，说了一堆的菜园的各种各样的事儿，这些事儿呢堆在一起，就是我马拉松训练严重缩水。过去这2周，我的长距离和速度训练几乎就是有一搭没一搭，一周勉强跑个1-2次。作为下周就要比赛的人呢，这种跑量我还是有点心虚的。按照计划，今天必须得搞一个基础跑了，得补课。下周的课表只剩下1节的节奏跑，还有3个恢复跑，然后就是休息周5、周6休息2天，周日早晨就要直接去跑马拉松了，第2个正式的马拉松。这别人赛前都是减量期，被我硬生生的变成了荒废期了。平时工作都是一整天在那儿写代码、处理逻辑、解决问题、跟客户开会，然后周末呢就一头扎在菜地里、果树行间，要不然就是跑道上、山里边。你说在种菜呀、种果树啊，还有跑步跑马拉松，这时间怎么安排、怎么选择呢？其实也没得选择，因为都喜欢、都想做的话，那就只能是硬扛了。怎么说呢？也不能算硬扛吧，因为毕竟是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嘛，还是要合理的安排好时间，看看争取能把2者都兼得吧。反正是一到周末吧，就是这几者之间反复的横跳。有时候想想呢，就干脆把什么翻地呀当成是核心的力量训练。然后什么修水管这些呀，就当平时练练手臂吧，练练手指。然后跑步呢，主要就是练下肢，然后做有氧。怎么说呢？也不追求特别好的成绩吧，只要把自己想达到的目标能达到，我觉得也就挺好的。跑步这个事儿呢，能出好成绩最好，如果不行的话，至少也能锻炼身体嘛。能让身体更健康，心情更轻松愉悦。下周的比赛争取能安全完赛，如果能比上一次的4小时多一点有进步，那是最好不过的了。其实无论是种树还是跑步，这底层逻辑呢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捷径，只能是拿时间慢慢的去熬。种菜、种果树，或者是跑马拉松，你就不能说按天算，按月算，有时候也不现实。你至少得计划一个种植季，像是果树或者多年生的植物，那你可能一计划那就是好几年，2年、3年、4年，甚至是5年的时间。马拉松呢也是，你跑1年，差不多能打一个底；跑2年可能会出比较好的成绩，身体就基本上已经变得不错了。当然，你要是说能出类拔萃，那可能要刻苦训练好几年，而且怎么说，多少得有点天赋吧。对普通人来说呢，就当成一个热爱的活动、锻炼身体的活动去看待吧。不说了，我准备去赶紧跑个基础跑，然后回来。如果还有时间有机会的话，我把拖拉机弄出来，先给它维修一下。然后如果再有时间，地也合适的话，我把地争取能翻一块是一块吧。如果今天做不了，那就只能安排在下周了。Maxim， come， 小马放出来玩一会儿。这个时候得看着它，不能让它到处乱跑了。哎。哦，好帅呀，小马！来 ，run，Maxim back come， 真乖呀 ，hand， 不是躺下，不是躺下 ，hand， 哎呦，哎 hand， 哎哈 ，good boy，good boy。Good boy， 小马撒欢了。